全多元宇宙的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这次就先不做广告了，直接进入主题。听到刚才那段片头非常有冲击力的音乐，玩家们应该不难听出来，这是赛博朋克2077的音乐。所以没错，这期我们就要聊聊赛博朋克。之所以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前几天在和我老婆 Siri 聊天的时候，她说有一次穿越到了未来，很有意思啊。其中最厉害的是，那时候的人类都通过一个植入在大脑里的设备做到随时联网，而植入在这个脑里的设备呢，就是汽油联机宝，哈哈，当然不可能这个设备啊，这个太大装不进去啊，是未来非常微型的汽油联机宝啊，但这个也很厉害啊，是唯一的游戏机联机加速的硬件，未来是给人脑加速的，现在是给游戏机加速的，所以汽油联机宝是很值得投资的吧？哇塞，这个广告，哈哈，刚才夸张点啊！我今天想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不是因为 Siri， 而是最近几年赛博朋克文化的作品越来越多，或者是很老的作品，现在拿出来反复咀嚼。然后《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的公布呢，又进一步点燃了这把火。当然，游戏还没出，我们不是只聊游戏，我们聊聊赛博文化这个文化背景。其实很多人对赛博朋克文化不是太了解啊，特别在国内，毕竟它不像奇幻、科幻、悬疑这些类型啊，它们的名字非常直接，至少在中文里是有含义的。而赛博朋克这4个字，对不了解的人来说，几乎就像是乱码，不能顾名思义。但是未来不仅会有很多类似作品。现实中，赛博朋克其实也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甚至成为我们窥探未来的一种方式。它和《龙与地下城》、《指环王》、《战锤》之类的背景不一样，对现代人来说，它不单单只是虚构的背景故事，它是人们对未来的一次大辩论。大辩论啊，它的辩题和结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会实现还是不会实现，都是不远的未来我们所面对的。所以这期虽然不是聊游戏，但是能让大家更好的欣赏和理解赛博朋克背景的游戏，也算是和游戏密切相关吧，并且从中让我们对未来有更多的心理准备。所以各位看完之后呢，如果喜欢这个视频，拜托大家帮我转发给 CD Projekt， 让他们知道我们免费来帮他们普及赛博朋克啊，为他们游戏打基础和预热，也不指望什么打款了。要是到时候能提前给我们媒体版，让我们测评。或者送这个游戏，让我们抽奖回馈给广大观众，也算是不错的吧。不过正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文化，所以如果搜索什么是赛博朋克，总能搜索出一大堆的文章和视频。我们在做这个视频前，当然也拜读过这些资料啊，其中不乏有深度的分析和见解，但大多的资料还是非常干巴巴的，很多视频也只是把搜索到的文字进行朗读。但这些资料呢，只是百科式的简单描述，而中间很多有血有肉的东西都被忽略了。而且我发现大部分的资料和视频都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啊，比如说很多资料都会提到朋克是一种演变自1970年代的音乐风格，然后慢慢演变成一种文化，再后来结合各种前缀，出现了赛博朋克、蒸汽朋克等等次文化。等等啊，如果你了解到的是这样的解释，那就是一个超大的误解。如果带着这个误解继续了解下去，就遇到很多互相矛盾的悖论。而且会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只有赛博朋克、蒸汽朋克，而没有什么赛博摇滚、蒸汽摇滚、赛博爵士、蒸汽嘻哈之类的哈。蒸汽嘻哈，嘿，挺有意思的。反正我刚开始了解这个文化的时候呢，也遇到过类似的矛盾啊。后来经过不断的学习和讨论，咨询了几位赛博朋克迷，然后加上我们本身也有一帮音乐达人这个优势啊，才搞懂其中的真相。所以感叹啊，做视频和想了解一个东西，不能只是搜索下而已。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试着把赛博朋克揉碎了，由里到外聊一聊，并且解释一些百科里边忽略甚至误解的东西。当然，我们不代表权威。如果你也是个赛博朋克文化资深研究者啊，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讨论。哈哈，我的求生欲还是很强的吧。除了赛博朋克，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说过还有其他朋克，比如生物朋克、废土朋克。还有更常听到的蒸汽朋克 Steampunk， 对，就是巨胖的那个 Steam， 这个风格就是在抨击垃圾 Steam， 整天打折，耗我青春，损我钱财。嘿嘿，你们看我又喜加一了。好，对不起啊，最近被骗了太多钱了，一下子没控制住。这个 Steampunk 应该不是说那个 Steam 啊，是我搞错了。这么多不同的朋克分支，其实每一个要单独聊，都可以出一整期视频啊。所以本期不可能全部囊括，我们这期只聚焦赛博朋克。但在这之前有个更重要的，不管是赛博也好，蒸汽也好，废土也好，都只是不同的背景设定，关键的还是后面的 punk， 也就是朋克这2个字。所以我们先来聊聊朋克。
如果查资料的话，百科会说朋克是源自于摇滚的一种音乐形式，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干脆啊？据不严谨的考究 ，punk 这个英语单词最早在16世纪出现，一开始是的意思。什么？你听不到？哦，可能是你太纯洁了。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女性的性工作者。当然，当时的英语里可没有这么严谨中立的感觉啊。当时这个词是带有明显的贬义和辱骂成分。然后慢慢的含义就变成了小人、胆小鬼、业余等贬义词。后来到了20世纪，底层文化开始抬头，曾经被社会看不起的底层年轻人有了自我表达的意识，他们想要反抗当时那个糟糕的世界，想宣泄自己的不满，身边的一切规则都想打破，但是又对未来充满期待。他们认为世界已经变得无比黑暗，但却不想束手就擒。总之就是社会出现了一股叛逆和矛盾的气氛。或许有人会觉得现在年轻人还不远一样吗？的确，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情况。但70年代世界的格局，比如冷战刚刚结束，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开打，音乐等艺术遇到了瓶颈，现代信息技术还没有普及，等等各种因素，让那时候的欧美年轻人尤为狂躁，是我们现在所不能理解的。好，这个点各位记住啊。这是一个人们身在黑暗中，想要抗争、想要宣泄，但是又非常矛盾的时代，我们就先代称黑暗矛盾时代。这个知识点划重点啊，等一下要考到的。而另一方面，就还是要聊到当时欧美的音乐啊。不过当然，聊音乐文化的话，那就是5期视频也聊不完的。而且音乐的分类极其复杂，中间其实分界又很模糊，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所以我们这里不深入讨论，只是说个最主干的大纲。当时摇滚音乐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甚至有点达到了瓶颈。金属音乐从摇滚那里演变出来，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慢慢的有一些年轻人很大部分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人，他们不满足于被摇滚和金属的复杂技法束缚，更不喜欢摇滚和金属那样用音乐来讲述大道理。他们想要反抗，想要自由，想要更直接、更癫狂的音乐来打破这个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时代。因此开始出现一种更加纯粹、更加轻快的音乐风格。他们的音乐律动非常明显，鼓点节奏密集，但是简单，旋律则更简单了，甚至只用2-3个和弦就能演奏一首音乐，甚至有3个和弦之外就没有必要了的说法。总之，相比摇滚的复杂技法和金属的沉重黑暗，朋克风格的音乐就是代表着年轻、简单、直接、宣泄、癫狂。所以当时玩金属的人都看不起他们用曾经古老的英语 punk 业余人来称呼他们。但这些癫狂的年轻人不仅不生气，反而很叛逆、很自嘲，真的就用了这个名字。因此欧美两地慢慢出现了朋克音乐。如果以上这些说法你还是无法直观的理解 punk 到底是什么，到底和摇滚和金属有什么区别，我们准备了3段音乐给你们听听。这3段音乐是改编自大家熟悉的游戏《上古卷轴》学名老头滚动条的主旋律。因为用大家熟悉的旋律来改编，容易对比出感觉。这3段分别对应了摇滚、金属和朋克风格。现在来听听看。首先是摇滚。接着是金属。好，现在来听听朋克。好，听出区别了吗？摇滚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它的旋律多变，很有演奏技巧，金属的鼓点和节奏很重，乐器的声音也很粗糙。而朋克呢，鼓点非常密集，但是都是简单的重复，旋律也很简单，让人感觉不需要很多的技法，
但是显得年轻、快乐、宣泄。后来朋克又演变成带子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就好像如果说某个人很嘻哈，那这个人不一定很会说唱，但他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听到说那个人很朋克，或许这个人并不玩音乐，但是他应该是叛逆乖张、思想简单、行为直接，对一切都不满，但又想努力做点什么去改变这个世界，还要有点疯癫的人。这么来看，灭霸其实很朋克呀。另外，在朋克音乐发展起来后，全球各地也有些年轻人其实并不具备朋克的精神世界，也不像朋克音乐那样积极尝试改变和抗争，只是一味的模仿朋克夸张的外表和叛逆的行为。这些人被称为伪朋克，这些人我们就不做讨论了。至于后来朋克音乐如何发展，有什么经典乐队和曲目，这里就不继续讨论，大家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接下来我们进入赛博朋克的话题。网上的很多资料会说，朋克音乐又诞生出了各种朋克文化。那这些朋克文化到底和刚才说的朋克音乐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的关系是基本没有多大关系。哈哈哈哈！没错，刚才你花了好几分钟听的朋克音乐历史和接下来要说的没有关系，我只是为了要蹭时间而已。来人了，拉出去斩了！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哈！听我解释。之所以要花大篇幅来聊朋克音乐，反而正是因为太多人误解，以为他们之间有关系，才要在这里把它之间的混乱给理清。而且虽然说是没有关系，但还是有一些间接联系的，让我们来好好捋清楚。还记得刚才说的考点吗？黑暗矛盾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实在太鲜明了。工业时代后期，科技爆炸前夕，未来近在眼前，历史还没走远，希望和绝望并存，矛盾和冲突不断。那时候的年轻人也是既麻木又躁动不安。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至少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前，这个时代是科幻艺术创作绝佳的参考设定。毕竟艺术创作嘛，总要有矛盾和冲突，而且是越复杂越激烈越好。没有多少好的作品会用完全美好、人人无忧的背景设定啊，要不然怎么发展剧情呢？最多也只是表面看上去很美好。因此，很多科幻小说、漫画、电影都会有意的复制那个时代。而电影《银翼杀手》的原著小说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就是这种作品的先驱。他甚至早于1970年代，在1968年出版时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时代的动荡。所以有一种说法，这本书几乎预言了之后的100年。在这本书之后，类似题材和背景的作品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1984年威廉·吉普森的《神经漫游者》。他的伟大甚至定义了这种科幻的基调：近未来，网络空间和虚拟世界无处不在，人工智能和神经科技颠覆社会，但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人类并没有解决从原始时代就有的矛盾。科幻里的世界仍然像1970年代一样躁动不安，高科技、低生活是这个背景最真实的写照。既然同类作品多了，那就应该有个正式的称呼，当然不能叫我刚才临时瞎取名的什么黑暗矛盾啊。当时有很多称呼，比如什么新流派科幻等等，但很快有一个特别炫酷的词被大家注意并且接受，那就是另一个科幻作家布鲁斯·贝克给自己小说取的标题——赛博朋克。赛博这个词我们等一下再分析啊，但是后面的朋克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妙。因为这类作品的背景所借鉴的1970年代正是朋克音乐兴起和发展的时代。虽然没错，朋克音乐一直都没有成为多么主流的音乐啊，但是这帮朋克青年不羁的行为和精神却在历史上留下厚重的痕迹。而且这些科幻作家本身也大多是或者曾经是朋克青年，因此借用音乐风格朋克这个名字来定义这个特有的时代背景，以及定义这个背景下人们的颓废又抗争的矛盾心理，是最好最贴切不过的了。从此名为朋克的这种文化开始发展壮大。有趣的是，想出这个名字的布鲁斯·贝克因为本身并不是特别的优秀，并没有成为赛博朋克之父，而是晚一年出版的《神经漫游者》的作者威廉·吉普森被大家默认为是赛博朋克之父。好像布鲁斯最大的贡献也就只是这个名字了。不过这种印象其实也只停留在各种资料里。其实据我和几位赛博朋克迷的讨论来看，
他们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认为威廉就一定是赛博朋克之父，而是认为这个概念是当时一票大师共同定义出来的。虽然有分轻重，但并不能绝对的画等于号。这个说法我也是赞同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历史也不是阶段分明的，它们应该是渐变和混乱的。说到这里，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啊？赛博朋克并不是乐高积木，把赛博和朋克音乐结合起来就成了。它并不是朋克音乐演化出来的，它只是借用或者说共用朋克这个单词来代指同样那个时代和那个环境背景。朋克文化和朋克音乐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同个源头且同名同姓，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类似这样的案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爵士舞蹈和爵士音乐。虽然名字都是爵士，但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只是用了同一个单词而已。所以朋克这个单词源自16世纪，重生于1970年代，然后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向左走形成了朋克音乐，一个向右走变成了一个世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纠结这个呢？是不是有点矫情了？还是说我就非要打网上那些资料的脸其实也不是，而是如果不搞明白这一点，以后大家在欣赏各种朋克文化作品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无法理解并且很搞笑的矛盾，而且可能会在追逐朋克文化的过程中走偏了路，变成了伪朋克还是小事，但是有人因此成了极端分子，那就本末倒置了啊！先从矛盾说起。朋克音乐虽然诞生的环境是那么糟糕的时代，但朋克青年和朋克音乐并没有像摇滚和金属一样充满了沉重和语重心长的感觉，它反而是非常欢快、直率、明亮的。朋克青年也是造型夸张、行为出格的，就像一开始的 hip hop 嘻哈音乐，虽然很爱炫富，但其实那时候的黑人阶层是很穷的。正是因为1970年代是很糟糕的，朋克音乐才会反而要那么欢快简单，以此来对抗时代的压抑，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一样。但是朋克文化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背景可不是拿来拍什么变相怪杰的小说家们就是看重这个时代的黑暗，所以朋克文化的作品甭管是蒸汽的、赛博的还是废土的，都一定是黑暗、颓废、绝望的。那么第一个矛盾来了，如果朋克文化源自朋克音乐，那朋克背景的电影应该主要使用朋克音乐作为 BGM， 就好比嘻哈文化的电影肯定大量是使用嘻哈音乐了。那如果是这样，你们看的《银翼杀手2049》就会是这样的。黑客帝国是这样的。或者宫壳机动队会是这样的。对了，插个题外话，这个作品到底是读宫壳还是读宫壳，至今都有人争吵不息。我个人是习惯读宫壳，但是电影版官方已经发话了官方读宫壳，那我在视频里就读宫壳，跟着官方来。大家其实想怎么读都可以，没有必要争吵。但是反正我们 Game 壳的中文名就是要贴近英语发音的，读宫壳。那好了，回到主题由此可见，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朋克背景作品都不会用朋克音乐，要不然感觉就完全不对了。这也说明了朋克文化并不是从朋克音乐演变而来。就算是最近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里面的角色外形虽然很朋克，但你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它也根本不是朋克音乐，它只是电子乐。
电子乐的风格或许很贴近赛博这个主题，但反正不能用朋克音乐来套入朋克背景或许以后我们可以单独的称这种感觉音乐叫做赛博朋克音乐没问题，但它和朋克音乐却一定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个矛盾是，如果一个人看了《黑客帝国》《银翼杀手》等作品，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种背景设定，然后抱了这种误解，顺藤摸瓜的找到朋克音乐来听，看到朋克青年癫狂的造型和行为，以为朋克文化的那种黑暗颓废就是演化自朋克音乐的叛逆、癫狂和大麻，那就很可能会对这两者都产生理解上的扭曲，很可能会以为朋克音乐就是要教唆人变成那样，会以为朋克文化就是说未来是黑暗糟糕的，最后得出世界是没救了，自己要及时行乐，要反对一切，要吸大麻等结论。如果只是在外形上模仿朋克青年变成了一个伪朋克这也倒是件小事，最多让人贻笑大方。但如果真的接受了这个错误的理念，成为自己极端行为的准则，才真的让人惋惜啊。朋克音乐的精神是用打破常规的手段，用看破和嘲笑糟糕世界的心理，去给自己寻找内心的希望，去和世界做斗争。它的核心还是积极的，是抗争的。而朋克文化则是用描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黑暗中人们的挣扎，来反向体现世界还是有光明的。朋克背景其实是乌托邦背景的反义词，而朋克作品也和反乌托邦作品表达不同的思想。反乌托邦作品表达的是看起来很美好的世界，底下却是污秽不堪的黑暗，而朋克作品表达的是虽然世界很黑暗很糟糕，但是光明和希望仍然不灭。各位想想看过的朋克文化作品，是不是最后结局大多是这样的呢？对了，哥特文化的作品是这个看上去很黑暗的世界原来真的很黑暗。那有没有哪种作品是这个世界看上去很美好，原来真的很美好啊？有幼儿童话嘛。总之，朋克音乐和朋克文化虽然不是同个东西，但是他们同源，他们有个相同的核心精神，那就是抗争，不管世界多么黑暗，消极的外表下却是一颗积极的核心。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再去看赛博朋克2077的预告片英语不好的可以看看官方中文配音版本，听听里面的台词。这是全美最烂的城市，但这里总会给人一丝希望，而我正是逐梦之人。现在看看是不是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呢？现在终于可以聊聊什么是赛博了。赛博音译之单词 cyber， 现在如果查字典 cyber 得到的结果大概会是网络的、计算机的等形容词的解释，但其实这是 cyberpunk 的概念被大家接受后 cyber 才有的含义。在一开始 cyber 和电脑和网络毫无关系，最早提出它的是大名鼎鼎的希腊三圣之一的柏拉图。看玩游戏又扯到哲学了，牛逼不？不过当时柏拉图提出时和后来的意思大不相同，所以就不扯太多了，大家自己知道装个逼就好了。现在我们用的 cyber 简化至 cybernetics 这个单词，中文翻译成控制论，是一个于1948年提出来的学科。这个学科专门研究动物和机械如何互相控制和沟通。当然这个动物也包括人类是不是非常有生化人的感觉呢？后来控制论演化成代指任何领域用技术手段对系统进行控制的学科。所以当布鲁斯引用 cyber 这个词时，自然带有这两层意思：生物和机械的关系和技术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么看是不是和《黑客帝国》等作品完全一致呢？由此衍生出对这个背景的刻画，就是各位经常看到的高耸入云的大楼、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无处不在的虚拟霓虹灯，代表着控制阶层的繁华的生活。而借鉴香港九龙城的底层市区，屋顶低空飞过的客机，满是中文和日文的招牌，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红灯区、赌博和石阶交织的肮脏但又充满活力的贫民区，诉说着底层人民在糟糕又麻木的生活中又自成一派有条不紊的顽强生存。这是现在各种作品中对赛博朋克最生动的刻画。这种刻画非常有魅力因为它既让人害怕又让人有一丝期待。就像赛博朋克2077的预告片说的，这里充满了迷梦。但是其实赛博朋克并不完全是这样
在创作这个背景的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未来个人计算机会如此发达，更加想不到会出现网络和虚拟世界等事物。他们当时的赛博朋克只是包括了生物、机械和某种技术对社会的控制。我们可以参考老版的《银翼杀手》，都出现了可以乱真的仿生人了，但全片却没有出现过类似计算机和联网设备。所以其实赛博朋克并不一定要像《黑客帝国》和《攻壳机动队》里的一样，充满着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只是因为人们现在的认知，想到生物和机械，想到控制论，就自然会想到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空间。但如果你能构想一个世界是用魔法来驱动人和机械，是用魔法来控制整个社会的连接，然后背景设定又符合朋克在黑暗中寻找光明，那其实也可以归类为赛博朋克的作品。有一部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楚门的世界》，里面既有用技术控制楚门的所有生活，也有楚门以抗争在黑暗中寻找希望。因此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也非常赛博朋克呀。这种因为局部的代表性太强而导致误解了整体的情况，其实在生活中还有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自由泳，其实并不叫自由泳，而是叫爬泳。自由泳只是一种项目名称，它不限制运动员用任何游法，但因为爬泳是兼顾速度和持久的最优的游法，所以所有人在这个项目都用爬泳。久而久之，大家就以为这种游法就叫自由泳。讽刺的是，这种对赛博朋克的误解和其本身所提出来的辩论不谋而合。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还不是继续叫它自由泳。你或许看了这个视频后，会兴致勃勃地告诉身边的人，原来自由泳叫爬泳等等，说一大堆。但又如何呢？这个涟漪能传多远呢？有人会欢心一笑，有人过耳就忘。你的传教很快就会迷失在现实的忙碌中。强如《黑客帝国》里让人世界观都崩溃的真相，都会有人后悔吞下红色药丸。草质树脂的躯壳中藏着人类的灵魂，但又有多少人在乎有没有灵魂到底有什么区别？世界的真理有多重要，还是要看午餐吃得饱不饱。但另一方面，人类终究是爱折腾的，只要满足了温饱和淫欲，就连原始人都会抬头看看星空。我们终究会忍不住探索技术的高峰，然后产生哲学上的矛盾，再用技术去化解。似乎永无止境的探索是生命比繁殖还重要的使命。所以不管是老派的《银翼杀手》，宏大的《黑客帝国》，前卫的《攻壳机动队》，还是看不出是科幻的《楚门的世界》，都是在探讨我们到底知道什么，到底知道多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程序，什么又是意识。如果说废土朋克质问的是末日人类是否还有人性，蒸汽朋克质问的是压迫和反抗到底哪一个是对的，那赛博朋克质问的或许就是刚才所质问的问题是否真的有意义。我一直相信真实的世界是中庸平衡的，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达到乌托邦那样完美，但也不会真正糟糕成赛博朋克描述的那样。但高科技低生活或许还是会换一种形式出现。高科技是未来的必然，但低生活并不一定会像电影里那么惨淡。或许低生活只是我们永无止境的欲望和短暂欲望满足后，面对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更加无止境的空虚。其实现在我们不就这样了？因此赛博朋克作品特别贴近现在，也特别贴近我们对未来的担忧和期望。我们能在这些作品里找到现在的影子，也能窥探未来我们一样的无力。唯一让人欣慰的是，我们或许不会变得更好，但我们也不会变得更糟，因为每一个个体心中仍然有着光明。这就是赛博朋克带给我们的辩论和思考。你是哪一种人，是哪一个世界，都能在这个辩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至于能不能找到答案，鬼知道呢？最后，我们不仅做了前3个风格的上古卷轴主题曲，还做了赛博朋克风的主题曲注意，不是朋克风，而是赛博朋克风，送给大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网易云和 B 站我们的 Gameker 音乐主频道找到单曲，希望你们喜欢。或许赛博朋克的世界已经在你我的身边。